理性至于设计和感性至于艺术，两者可以是并置的。比如说我的绘画过程，每一次的行动都是根据上一次的行动留下来的结果再进行一个推演，就是看上去是一个严密计算过的过程，但是我是全凭自己的一个感性的感受在往下进行的。我是钱嘉华，一个艺术创作者。我最近在做的作品是来源于网购软件每天给我推送的产品。我们是如此依赖网络生活嘛，同时网络又记录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数据，我们再反过来从大数据中找到自己，我觉得很有趣。飞机模型是淘宝给我推了一个没有拼装好的原始的版面，我当时不知道它拼出来是一个飞机模型，我只是觉得构造和结构卡得很准，于是呢我就对它产生了兴趣。淘宝给我推送了瑜伽砖的产品，我就觉得那个形态非常的戳我的审美，我想要对它进行重新的构建。我是选用爱马仕的颜色，是因为我了解到该品牌原来的他们的代表色是米色嘛，在二战那个纳粹占领巴黎的时候，他们工厂全部停工了，只剩下一个橙色的染料，所以就歪打正着。我当时正在经历的一个状况，也是面临着一个生产材料短缺的一个情况，于是我就有了创作这件作品的一个想法。肌理是模仿奢侈品牌的一个皮具的一个肌理，还有一个 logo 的形态，包括我对这个基底做的一个破坏。我第一次拿着笔写我自己的名字钱嘉华3个字的时候，第一笔撇开始就相当于是一个起承转合的起，然后横过去是在建立，再横再建立，这个时候有一竖起到了一个平衡和打破的一个作用，其实是一笔定型的。所以你所有的行动，你的情绪都暴露在笔上。我在创作完了之后，这个故事对于观众可能没有那么重要，观众看到你的作品永远是一个视觉上的形式。我的目标并不是讲故事，但是这个故事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起点。